thick and thin, enough to know that I would rather not go through life without you. And in the end, I'm just glad we're friends. And in the end, I'm just glad we're friends. 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我们今天来看这部宾士 W126的560，它为什么车子发不动，然后吃不到油，那必须要坐专车来找张大哥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颗很壮观的 V8 的560分油盘。大哥呢已经先在清洗过了外表已经先清洗过了，那准备来做分油盘的那个整修。我们来测一下它的这个出油量，到底这颗分油盘是发生什么样的问题？为什么它不容易发动发动起来之后呢，根本吃不到油就会熄火。那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66598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做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，在还没有整修之前，看看这颗分油盘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，为什么它吃不到油。大哥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打开电门。好，开始。因为这部车来到张大哥这边，我有试着发动，很不容易发动发动之后呢，根本吃不到油所以他必须要坐专车过来。张大哥的初步研判应该是分油盘堵塞了，造成供油量不足，所以车子根本跑不了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没有整修之前它1分钟的出油量的状况。在560的话，它标准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应该在大概在210左右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门，关闭定时器。哇，这个严重的出油不足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缸。第一缸大概在130，大概在30ml。第二缸40，第五缸、第六缸大概在60。第五缸55，第六缸60，第六缸55，第七缸55，第八缸也是50。它这颗分油盘的标准出油量应该在210左右210左右所以说为什么这部车子它没有办法发动没有办法跑，没有办法行驶理由在这个地方。那等大哥把这个分油盘整修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完整的流量测试。大哥已经把这颗编号66598的宾士 W126的560 SEL 的8缸分油盘已经整修好了。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完修流量测试。我们整个测试阶段会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，第二部分是10分钟的
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一阶段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好，时间设定1分钟，开始。这颗分油盘在未整修之前，我们有测过它的这个出油量，大概平均每一缸的出油量大概是在50到60之间，而且参差不齐。那我们的目标出油量应该是在200到210左右，因为它是8缸的，哈，每一缸的话560cc除以8缸的话，560除以8，6848，7856，哦，每一缸就大概已经有700cc 了。它的出油量，所以它出油量大概应该在200到210左右。好，时间到，关闭定时器，关闭电源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厂方要求的误差范围是15%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缸的出油量是190，第二缸200，第三缸、第四缸、第五缸是205，第六缸是210，第七缸、第八缸也大概在205。以这个测试的误差算下来，应该在5%以内。好，它就符合厂方的要求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经过分油盘的整修之后呢，它的出油量从50末左右跳到目前标准的应该在210左右。那这个就是我的误差就相当大了哈。那所以说，为什么这部车子在没有整修之前，它根本是发不动的啊，也走不了啊。接着我们要做的是这颗编号66598的宾士 W126 560 SEL 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。时间设定10分钟，好，开始。由于这个阶段的测试时间长达10分钟，所以整个测试阶段的影片会分成2个部分。等时间接近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。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66598的宾士 W126 的560 SEL 的分油盘完修流量测试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好，时间到，关闭定时器，关闭电源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缸。第一缸的出油量是200，第二缸205，第三缸210，第四缸208，第五缸208，第六缸210，第七、第八缸都是208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结果误差应该在5%以内，好，成绩算相当优秀的。好，我们这颗分油盘的整个测试阶段，好，我们到此结束，好，拜拜喽。